这个好像有点大，你忍一下。把玩的是快乐，分享的是心情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涛哥测评。本次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最新的特利迦奥特曼里面的变身器。那不知道特利迦奥特曼第1集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啊？反正我个人觉得一般般吧。但是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呢，也许看到后面会真香也说不定，是吧？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也不下定论哈。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剧中的这个全新的变身器胜利火花棱镜，或者叫胜利神光棒，它的设计很有意思啊，集合了武器和变身器两种，可玩性方面绝对是有保障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万代这款 DX 的胜利神光棒它的表现到底如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品呢其实还有一个豪华版，会多附带一个腰带以及强力型的钥匙，但是我这次没买到。不过强力型的钥匙呢，其实你是可以单买的，这点比较良心啊。包括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钥匙呢，我也买到了。所以说本期节目呢，我们会一起和大家介绍一下的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胜利神光棒本体的表现到底如何吧。那我们先从枪形态看起啊，这个造型呢还是挺不错的。背面呢其实也没有偷色，这个还挺良心的，就是螺丝孔稍微有点丧心病狂。主体的灰色和金色部分的涂装呢也都挺漂亮的，包括这个金色里面它都是有这种纹路细节的。透明黄色零件这里用的是，然后这个地方是透明零件里面喷涂上金属蓝色，质感的表现很不错。喇叭部分呢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胜利队的标志，在反面呢这边也是有的。白色塑料部分呢仔细看是有一些珠光成型色的，但是水纹的话其实并不明显，这个颜色呢会稍微偏冷一点。然后它的电池仓呢是在这个下面，需要装入2节7号电池为本体来进行供电。开关呢则是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不废话，来拨动开关，看一下开机的声光效果。开机之后呢，这边会有一个蓝色的 LED，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按下扳机的话，它会有一个枪击的音效。我之前还买过2个山寨版的胜利神光棒，我们拿出来一起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版本呢，它跟原版比的话是偏小的，然后这个版本呢，它又是偏大的。但不管哪个版本吧，其实整体的质感，包括拿上手的手感呢，都是正版做的更好的，而且这2个版本的音效都很奇葩，所以说完全不推荐大家去购买啊，一定要记得支持正版。这次变身的话呢，是需要用到这个像小 U 盘一样的东西啊，官方名叫做 Hyper Key， 我们叫它超越密钥或者超越之钥啊。这边是金属紫色的成型色，因为是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形态的嘛。正面是一个贴纸，然后上面呢是这个胜利队的标志，在后面呢有一些触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按钮，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效表现是什么样的。好，这次的英文发音跟泽塔一样，都是非常标准的，而且下面呢这个喇叭壳的正面嘛，所以说音效的表现也挺不错的。同时呢，如果你长按一下这个按钮，就切换到了声音模式，然后我们再短按一下，好，这个是变身的音效，这个是圆环武装的那个音效。它大概就是3种音效。比较良心的就是这次如果你不买变身器本体，单买这个钥匙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听它音效，所以说这玩意儿单体的一个可玩性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再次长按一下，好，就切换到了钥匙本体的这样一个模式。变身的时候呢，上半段是需要展开的。展开后会有一个音效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透明零件啊，包括中间这个部分，它做的都是很棒的。从上面来看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在什么都不插的情况之下，如果你按这个扳机键，会有一个不能识别的音效，同时这个还会有一个红颜色的光效。然后如果想回复到枪模式的话呢，除了可以手动关闭之外呢，其实还可以这样子啊。但是虽然有点帅这个玩法，不过对玩具是有损坏的，所以平时不建议大家这么做。下面我们把这个超越密钥插到变身器的本体里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按动一下扳机键，可以听到它的这个射击音效就不一样了，而且这个射击音效呢，完全就是由钥匙的本体发出来的。好，那么在插入钥匙状态之下呢，我们直接来进行变身，展开上半部分。变身的待机音效呢，是由本体和钥匙2个组合发出来的，听起来还是蛮带感的。
哦，那么这个就是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形态的变身音效了，音效还是比较清楚的，最后的英文念白呢也是非常的标准。然后在变身完成的状态之下呢，我们按动一下扳机键，第一个音效，这是第二个音效，第三个就是发射光线的音效了。啊，它一共就这3种音效，我们试试看长按扳机会不会有什么音效啊？啊，长按扳机不会有任何音效的变化哈。然后呢，如果想把这个钥匙呢直接拔出来是拔不了的，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按钮，给它按动一下，好，就可以把这个钥匙给它退出来了。然后可能有人会好奇，如果在声音模式下直接插进去会触发什么音效呢？然后可以看到，在声音模式下呢，你直接把它插进去，不切换模式，其实你变声音效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本品标配的玩法呢，就是这么多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利迦奥特曼强力形态的变声音效是什么样的。我们首先呢，把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。那么跟复合形态钥匙对比一下，正面的图案呢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基础的模具都差不多，背后的这个触点呢自然也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我们来听一下强力形态单体的一个音效。也是只有这一种音效，然后长按切换到声音模式。这个是变声音效，圆环武装，也是只有这3种音效哈，然后再次长按切换到超越密钥模式。好，不废话，直接插进去听一下变声音效。好，这个时候它就发出的是迪拉修姆的这个音效了。我们先听一下设计音效的变化。好，来变身。因为是强力型模式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它的 LED 光效呢是红颜色的。然后我们来按一下扳机，听一下变身完成之后它还能触发哪些音效。好，跟刚才一样，也是就这3种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复合形态的这个钥匙，它的是什么样子啊？首先跟这个特利迦的复合形态啊，感觉很像是吧？因为都是复合形态，正面图案不一样，后面的这个触点呢，当然也是不一样的。听一下单体的音效，长按，然后听一下这有哪些音效。这个是变声音效，然后这是它的呐喊声，再配利奥光线的声音。哦，还有别的音效。可以看到迪迦的密钥呢，在声音模式下它是有4种音效的，比刚才这些特利迦的密钥呢要多一个哈。另外这玩意儿呢，它其实是在变声器发售之前就抢先发售的哈，提前拿到手把玩一下还挺不错的。然后我们把它切换回超越密钥模式。好，一样是栽培利奥的这个音效。你可以发现的是，因为都是复合形态嘛，所以它的设计音效呢，确实是和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形态的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直接变身。
哦，这个带基因很带感啊。哦，这个变身就直接是迪迦奥特曼那个变身音效。同时在这个模式下呢，我们对比一下 UR 的神光棒，就可以发现这次的胜利神光棒在尺寸上，我去，真的是要大了好多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来看一下变身完成之后的音效。大概就是这4种音效。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点，这个 W 的记忆体呢，跟这个胜利神光棒能不能联动呢？实际上可以发现，如果你硬插的话，是可以插进去的啊。但是你插进去之后呢，它并不会触发任何声光效果。本体的射击音效呢，还是这个默认的普通射击音效。另外，这个超越密钥呢，其实是没有办法给它插到 W 的这个驱动器里面的，所以说这个部分你们就不要想着有什么联动的玩法了。OK， 那么到这里呢，这款产品我们就玩的差不多了。变声器本身的用料材质和涂装呢，我都挺喜欢的，设计上也很有亮点。同时，这次的音效和喇叭的音质呢，也并不拉胯，还是非常清晰的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等现货价格回落到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后呢，再考虑收藏一波的。OK，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视频记得多多给我们3连点赞支持一下，同时也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创作最大动力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